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领大家走进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45年，是一部充满讽刺与隐喻的政治寓言。乔治·奥威尔，这位英国著名作家，以其犀利的笔触和深邃的思想，为我们揭示了权力运作的黑暗面，以及革命理想如何被背叛和扭曲。动物农场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农场动物的故事，它更是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问题。通过这本书，奥威尔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危险、意识形态的操纵以及个人自由的珍贵。他提醒我们，权力如果不加约束，最终将导致腐败和压迫。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平等和自由时，我们真正理解这些概念吗？或者说，我们是否曾被这些美好的词汇所迷惑，而忽略了它们背后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的极权主义历史。希特勒、斯大林，这些名字无不与极权统治和大规模的人权侵犯联系在一起。而动物农场正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农场，揭示了极权主义如何一步步侵蚀社会的根基。动物农场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为庄园农场的地方，这里的动物们长期受到人类的剥削和压迫。一天，老朱老少校在一次聚会上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号召动物们起来反抗，推翻人类的统治，追求自由和平等。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农场这句话成为了整本书的经典台词，也揭示了书中一个核心主题：平等的相对性和权力的腐蚀性。动物们最终成功起义，赶走了农场主琼斯，建立了动物农场。起初，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动物们制定了7戒，作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和革命纲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逐渐集中到少数动物手中，尤其是猪群中的拿破仑和雪球。第二部分，权力与腐败的演变。在动物们起义成功后，权力逐渐集中到拿破仑手中。他通过一系列手段排挤掉竞争对手雪球，最终成为农场的绝对统治者。拿破仑利用暴力、欺骗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奥威尔在这里揭示了极权主义的运作机制。极权统治者通常会通过控制信息、操纵历史和制造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拿破仑正是通过这些手段，逐步将动物农场变成了一个极权社会。控制信息。拿破仑控制了宣传机器，通过斯奎拉宣传部长来传播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歪曲事实，抹黑对手。操纵历史。拿破仑篡改了7戒，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例如，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被改为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制造恐惧。拿破仑利用秘密警察狗群来镇压意见，制造恐惧氛围，使动物们不敢反抗。斯奎拉用他尖细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拿破仑的英明领导和伟大成就。他告诉大家，拿破仑每天工作到深夜，为了动物们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动物农场这段话展示了斯奎拉如何通过宣传机器，塑造拿破仑的光辉形象，掩盖其腐败和暴政的真相。第三部分，意识形态的操纵与个人自由的丧失。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动物们的自由逐渐被剥夺，他们被灌输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拿破仑永远正确。任何对拿破仑的质疑都被视为对革命和动物社会的背叛。奥威尔在这里探讨了意识形态如何被用来操纵和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套信仰体系，更是一种权力工具。通过控制意识形态，统治者可以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灌输信仰。拿破仑通过斯奎拉，向动物们灌输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和对革命的绝对忠诚。制造敌人。拿破仑不断制造外部和内部的敌人，以转移动物们的注意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压制意见。任何对拿破仑的质疑都被视为意见，遭到严厉的镇压。拿破仑站在高台上，俯视着动物们，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威严和冷酷。任何对革命的背叛行为都将受到无情的惩罚。他宣布到动物农场。这段话展示了拿破仑如何利用意识形态和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绝对统治。第4部分，革命的背叛与理想的破灭。随着时间的推移，动物们逐渐意识到，革命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自由和平等，相反，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压迫更加沉重。拿破仑的统治与旧农场主琼斯并无二致，甚至更加残酷。奥威尔在这里揭示了革命的复杂性和危险性。革命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解放，反而可能被野心家利用，成为新的压迫工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是许多革命最终失败的原因。反思革命。动物们开始反思革命的初衷和结果，意识到革命并不总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
识别背叛，动物们逐渐识破拿破仑的谎言和操纵，明白革命已经被背叛。3. 寻求改变，一些动物开始秘密集会，探讨如何推翻拿破仑的统治，重建一个真正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动物们挤在一起，默默地注视着拿破仑的雕像，他们心中充满了失望和愤怒。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战？他们不禁质问动物农场。这段话展示了动物们对革命的反思和对现状的无奈。通过动物农场，乔治·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权力、腐败和革命的复杂性和危险性。他提醒我们，权力如果不加约束，最终将导致腐败和压迫。革命的理想虽然美好，但实现起来却异常艰难。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动物农场不仅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作品，更是一面值得我们深思的镜子。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并从中汲取教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时刻警惕权力的滥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权利。动物农场是一部充满智慧和警示的作品，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极权主义的黑暗面，更激励我们为自由和平等而奋斗。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这本书，并将其中的教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社会。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让我们一起探讨，一起进步。